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1月5日，即係咧而家咧各地烽煙四起，戰場咧仍然係每日生靈塗炭。咁俄烏戰爭已經打咗三年啦。咁而呢個嘅以巴咧，而家仲喺度打緊。咁以巴問題難解啊，因為以巴問題背後咧就係整個宗教意識形態嘅對決，超過1000年嘅歷史㗎啦。咁呢個十字軍東征咧，以前啊，即係呢個西方嘅羅馬教會咧就派十字軍東征，就打阿拉伯帝國。打完之後翻回程咧，係曾經對呢個拜占庭嘅東正教進行屠殺嘅，亦都咧係對呢個嘅猶太教咧係進行呢個剿滅嘅。咁所以呢個其實背後係宗教一神教意識形態衝突嘅問題，大家信奉咧嗰個神，但係大家嘅解釋唔同，而導致到佢哋嘅生活形態唔同。其實我已經考證咗啦，喺今天嘅呢個以色列地區，無論係巴勒斯坦人還是係猶太人啊、以色列人啊，其實佢哋基因上咧其實係已經係超過1000年嘅混種咧，分別唔大嘅根本係。但係點解會有咁血海深仇啊？就係宗教嘅問題咯。咁所以喺過去千幾年解決唔到，可見嘅將來亦都解決唔到啊。咁俄烏亦都係喎，俄烏咧烏克蘭就曾經咧就係統治過整個俄羅斯嘅地帶㗎啦。咁啊幾乎咧曾經係俄羅斯文明嘅一個起源。咁但係咧去到近呢百幾年咧，就係俄國啊曾經多次係攻佔過烏克蘭喎。喺呢個嘅羅曼諾夫王朝嘅時期試過。喺烏克蘭咧就係呢個嘅蘇聯時期咧，係成為咗呢個集體農莊嚇，係最嚴厲對待嘅地方，係餓死最多人嘅地方係就烏克蘭喎。咁然後後來切爾諾貝爾又係烏克蘭爆發問題嚇，咁今天咧普京仍然對烏克蘭用兵，所以烏克蘭人咧近呢百幾兩百年咧受盡俄國人嘅折磨。咁呢個問題又係難以解決嘅。咁啊最近咧 TVB 咧就有一個節目就叫做戰場上。咁呢個戰場上嘅節目係點呢？佢咧原來咧就係黎子山就去到烏克蘭啦，其實就主要訪問基輔附近嘅呢啲村落。咁訪問基輔附近啲村落咧，就見到嗰啲女人啊、啲兒童啊，哇，成為咗孤兒成為咗寡婦，要周圍流離浪蕩，有啲咧就要骨肉分離。去到歐洲咧就做難民。咁我太太咧喺英國咧返學咧，佢都有啲嘅同學咧係烏克蘭人嘅喎。就係女性帶住小朋友嚟到英國或者去歐洲其他地方度避難啦，然後個丈夫或者父親就喺戰場上喺度對抗緊俄國人。咁所以呢個節目咧其實都引起一啲人嘅共鳴同即係反思。咁當然佢主要集中咧就係訪問基輔附近嘅村落，咁嗰啲觀點都係好烏克蘭嘅觀點嚟嘅。有啲人就話點解你唔去烏東啊？咁烏東咧而家就打緊仗啦。其實佢都有去其他地方嘅，咁但係當然冇深入到去烏東，即係呢個頓涅茨克啊嗰啲咁嘅地方啦。呢個馬里烏波爾啊，咁嗰啲地方咧就係可能嘅觀點有唔同都唔出奇。咁但係我成日覺得咧有一啲譬如話意識形態嘅問題啦，但係有一啲咧係知識嘅問題。咁結果咧就即刻引起咗一啲人一個 Save Hong Kong 一個網站啊。咁咧就係話 TVB 揾黎子山嚟拍嗰套紀錄片，即係訪問咧納粹亞速營烏克蘭同種族滅絕回教兒童女性嘅色列，而沒有呢個訪問咧俄羅斯受害嘅巴勒斯坦，明顯係站在國家嘅對立面。本人未來1年咧會罷體無記。即係佢就話喂，中國咧而家係支持巴勒斯坦嘅，中國咧係支持呢個嘅俄羅斯喎，你竟然咧淨係訪問咧以色列同亞速營嗰啲喎，咁點咧？所以咧佢有啲人咧就話要投訴佢啦，即係向咗呢個嘅監管局啦，就係投訴散播烏克蘭戰爭係受害者嘅信息。咁烏克蘭係點解唔係戰爭嘅受害者咧？佢哋嗰種信息來源咧就話普京係真男人啊，打垮了北約，打怕了美國，係咪啊？打敗了歐盟。打死了烏克蘭，就係話普京係真男人啦。佢哋咧就講到咧俄國係受害者嚟嘅，喺佢哋嘅論述底下，俄國係受害者嚟嘅。因為咧俄國係俾西方逼迫㗎，啲北約不斷咧就應承咗唔東擴，然後又東擴啦，傷害到呢個俄國嘅生存空間。咁呢個世界如果冇俄羅斯，俄羅斯點解需要呢個世界啫？佢哋係從中俄結盟嘅角度去睇呢個問題。咁呢啲咧就即係知識嘅問題，因為佢知識信息差，就導致到咧佢對一啲常識嘅問題啦作出咗錯誤判斷。譬如話，尋日我講到杜琪峰，我講到咧話香港喺港英時代係亞洲最自由嘅地方，
咁即刻有啲人話你97前你試下鬧下英女王啊，咁呢啲係信息差問題咯。97前邊個唔鬧過英女王啊？邊個唔醜化過事頭婆啊？邊個喺香港唱God Save My Queen 未試過改編過電影？嗰啲人話97前啲電影有幾多個嘲諷過港英政府啊？話嗰啲五億探長雷老虎雷洛跛豪，講到港英時代嘅腐敗，甚至乎6·7暴動啦，幾多電影係講6·7暴動啊？咁啊呢個左派放幾多紀錄片啊？喺文革嘅時期。左派就講咩反英抗暴，講咗幾多年啊？佢哋信息差，佢哋根本係冇呢個認識，可能佢哋有，但係佢哋咧故意選擇性地遺忘。咁而家烏克蘭佢哋咧就話：喂，烏克蘭係逼到俄國係用兵嘅，特別軍事行動係保護俄國嘅生存空間，係要打敗美帝。話黎子山呢啲咧，其實咧就係做咗代言人啦，做咗美帝嘅代言人喎，美帝嘅走狗喎，真係好笑。做咗美帝嘅走狗，佢話為咗討好皇人啊，而去呢個嘅誤導觀眾啊！喂，討好皇人誤導觀眾，即係大家知道啦，黃色陣營嗰啲人咧就抵制 TVB 好多年噶啦。咁而 TVB 點會即係去討好皇人咧？所謂即係呢啲係完全咧係好大嘅落差嚟嘅，信息差同現實社會。咁好啦，佢講嘅幾個觀點，其實我幾年前已經講咗噶啦。俄烏戰爭開始前已經講咗，北約咧並冇應承冇東擴。北約話唔東擴嘅時候呢，係東西德當時都仲未合併，佢就話西德唔會東擴，即係唔會吞併東德啦。咁所以呢，後來東西德合併咗啦，咁你話佢係咪東擴咗呢？係咪向東擴張咗呢？佢係冇講過唔去東擴，咁啊呢個已經以前考證。我今日唔詳細講呢點，我今日詳細講咩呢？好多呢個 Save Hong Kong 嗰啲貼呢，就係講亞速營嘅問題。認為咧，喂，你應該講下咧亞速營啊，嗰啲新納粹主義，呢個俄國成日講嘅。今次特別軍事行動主要嘅目的就要解放烏克蘭東部嗰啲人，佢哋咧講俄語地區嘅人，就係受到亞速營同埋烏克蘭政府嘅逼迫，佢哋係好主力係講呢個觀點。咁呢個觀點是否真實呢？咁我哋咧睇下啲官方文獻啦，係咪啊？呢個咧我用咗聯合國嘅報告，聯合國咧喺22年1月31號前就喺烏克蘭。喺烏東地區詳細做咗調查，其實每年都做嘅，由16年去到22年，每年都有做呢個報告。咁呢個報告咧清楚指出咗咧，喂，嗰啲所謂嘅亞速營問題啊，其實就係2014年至到17年係嚴重地違反咗呢個嘅聯合國嘅人權公約。咁喺聯合國嘅呢個好多嘅人權事務委員會裏邊咧，都有討論過亞速營咧喺2016年9月27日。亞速營咧係違反人權嘅，用酷刑對待平民，呢個殘暴對待平民，違反國際人道主義，係2016年嘅時期係高峰啦。因為咧2014年咧俄國咧就吞併咗克里米亞，咁與此同時咧喺烏東地區就爆發咗咧亞速營咧，即係親烏政府親軍。同埋呢個嘅親俄嘅軍隊嘅對決，所以咧2014至17年咧嗰度係打緊內戰嘅，而打內戰期間咧聯合國都話啦，雙方咧係有違反人道主義噶，無論係親俄嘅還是係親烏嘅亞速營咧，都係有違反呢個嘅人道主義嚇。咁咧而亞速營咧當然啦，用酷刑啊或者咧用呢個嘅侮辱人格嘅對待同處罰、性暴力同埋基於性別嘅暴力行為係有發生過嘅。佢哋咧持續拒絕外部觀察人員入去，咁但係問題咧，澤連斯基喺2018年上台，咁所以咧你睇翻2018年以後嘅報告，呢個嘅烏東地區嘅戰火咧，相對喺2018年之後咧就係冇以往咁激烈啦，已經過去咗最激烈嘅時期。咁所以你睇下2018年以後嘅報告啦，去到2022年，亞速營嘅問題咧已經大幅改善。即係呢個嘅人權問題咧，喺當地咧已經係大幅改善。聯合國咧，無論係聯合國還是係歐洲人權嘅監察嘅組織，多次進入過烏東地區，證實咗當地人權問題獲得大幅改善。因為之前咧係內戰期間咧，即係呢個中央政府啊，烏克蘭基輔政府難以監管嘅，咁所以咧喺嗰個時候咧出現咗好多反人道嘅問題，呢個係事實嚟嘅。咁所以俄國喺呢個嘅烏東地區已經相對平息之後，就利用咗佢幾年前違反人權嘅情況，就去入侵烏克蘭，
咁呢個係邏輯上講唔通噶嘛？如果你係要保護烏東嘅人民，就應該喺2014至16年嚟打啦。唔係喎，你喺2022嘅時候話要打，咁嗰陣時已經係人哋問題解決大部分嘅時期打，所以個邏輯上係講唔通嘅。咁呢個係信息差嘅問題，係知識嘅問題。好啦，另外一個咧，呢個 Save Hong Kong 咧，常講嘅問題咧，就係話喂呢個嘅北約咧東擴，所以佢先保護啊嘛。咁但係事實上係咪咁樣咧？事實上咧，喂你睇睇地圖，你就知道啦。咁俄國咧喺呢20幾30年嚟打仗嘅地方有幾多啊？你計下數喎。今次佢係打烏克蘭啦，但係打烏克蘭咧就話烏克蘭想加入北約。烏克蘭係一直咧10幾年嚟咧都想加入北約嘅，但係北約一直係唔支持烏克蘭加入，因為點解啊？一旦加入咗嘅話咧，俄烏嘅戰爭就變成咗北約同俄國嘅戰爭。咁北約咧一直係擔心咁樣係會升級到世界大戰嘅，所以一直冇俾烏克蘭加入北約。呢個係此其一。歐盟咧都冇俾烏克蘭加入，因為咧烏克蘭咧貪腐問題一直好嚴重啦，多次發生過國內嘅革命同賄選嘅問題。咁所以咧歐盟係冇俾佢加入。咁亦都擔心咧，佢哋嘅管治能力嘅問題，同埋咧輸出咧大量嘅經濟移民，呢個係一個問題。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俄國根本就唔係因為烏克蘭加入北約啊嘛，而家呢個嘅芬蘭佢哋加入咗北約啦，瑞典加入咗北約啦，咁加上愛沙尼亞佢哋咧亦都係北約國家嚟嘅，咁佢哋又唔打，咁打烏克蘭，咁點解要打烏克蘭咧？其實因為俄國咧一直咧就希望恢復翻帝俄時期嘅領土光輝，愛沙尼亞嗰啲係曾經係帝俄時期嘅領土光輝，就係因為佢加入咗北約，所以冇打佢。而家芬蘭、瑞典加入咗北約，芬蘭長期俾俄國係呢個嘅軍事控制噶啦，佢而家都冇打佢啊，就因為加入咗北約啊嘛。佢第一佢係歐盟成員，所以你打咧就等於同歐盟開戰。第二佢哋北約成員，你打就係等於開世界大戰，就係因為加入咗北約先唔打。而烏克蘭點解會被打？就係因為佢冇加入到北約咯。所以邏輯上佢係講唔通嘅。好，咁冇加入北約而被俄國打嘅國家咧，呢30年係太多啦。第一個就係有呢個嘅摩爾多瓦，摩爾多瓦咧就俄羅斯咧一直係支持咧佢裏邊嘅叛軍喎，支持咧佢哋嘅叛軍多次入侵呢個嘅摩爾多瓦，支持咧親俄嘅政權。咁所以咧，1992年開始，俄國就多次入侵咗呢個地方噶啦。佢同埋烏克蘭一樣啦，就係同時間有親俄嘅，同埋有親歐派。咁而家咧佢就入侵烏東嘅親俄派，其實就係希望分裂烏克蘭啊嘛。同樣道理，摩爾多瓦亦都有喎，仲有咧格魯吉亞亦都有喎。2008年入侵格魯吉亞，格魯吉亞咧隔離咧仲有呢個嘅南奧塞蒂同埋呢個阿布哈茲地區。支持呢兩個地區控制呢兩個地區，支持佢哋獨立，呢啲就親俄嘅，所以咧佢哋不斷係重複噶。1992年咧就係摩爾多瓦，就係咧鼓動佢哋親俄地區嘅人獨立，先獨立後併入俄國，或者唔併入俄國，成為俄國嘅衛星國。2008年就入侵呢個格魯吉亞啦，然後鼓動咗呢個嘅南奧塞蒂同埋呢個阿布哈茲地區獨立，變成咗親俄嘅衛星國。烏克蘭亦都係一個啦。2015年亦都打過敍利亞，就係幫敍利亞嘅政府軍。當時咧全世界都幫呢個革命軍，咁佢哋又幫政府軍去平息內戰。2022年咧就打過哈薩克，因為哈薩克咧又係發生咗民變，結果咧哈薩克政府邀請俄軍入去，咁俄國一直係用嗰個方法，因為喺呢個嘅東歐同埋喺中亞地區就根本有好多親俄嘅民族或者俄國嘅移民。呢個俄國嘅移民咧喺嗰度住，嗰啲國家咧裏邊有親俄嘅，亦都有咧係非親俄嘅。佢就一直用老舊嘅方法入侵佢哋，然後就鼓動親俄啲獨立，最後併入俄國或者控制佢哋嘅國家，變成衛星國。咁所以咧，俄國嘅狼子野心從呢個嘅帝俄時期已經係咁啦。你睇下中國。就知啊，中國嘅領土被瓜分最犀利嘅，從來就係俄國啊嘛。咁所以點解 Save HK 嗰啲人同埋抖音、小紅書啲人一面倒支持咗俄國，數典忘宗，忘記咗分裂我哋中國領土最犀利嘅就係俄國嘅，純粹係因為信息差啫嘛。就係因為而家呢個時代習近平同埋普京係盟友，希望咧就聯俄抗美，就用呢種咁嘅角度咧就宣揚一啲嘅親俄嘅資訊。就認為咧烏克蘭係受害者，唔係認為俄國先係受害者喎。咁其實呢個道理咪等於當年日軍啫嘛。
係嘛？日軍咁你咪宣揚緊日軍係受害者，日軍係被逼㗎，係因為咧中國人啊佢哋蔣介石要統一啦，統一嘅時期就會威脅到日本人嘅利益㗎咯然後咧喺當地咧搞好多罷買日貨呢個嘅追殺呢個日本僑民啦，所以咧佢哋發動嘅盧溝橋事變啊、918事變都係為咗保護佢哋㗎，仲有918事變即係呢個嘅滿洲人喺辛亥革命之後受到迫害而滿洲人同日本人係盟友嚟噶嘛，所以佢哋要保護盟友加上東北地區自從呢個嘅甲午戰爭，後來嘅日俄戰爭有好多日本嘅僑民喺度，有南滿嘅鐵路，呢啲全部都係日本嘅經濟利益嚟噶，所以佢為咗保護呢個嘅日本僑民先至咧鼓動呢個滿洲國獨立，鼓動呢個嘅溥儀復辟，咪講嘅套路一樣都同今天咁呢個純粹係烏克蘭嘅內政嚟噶嘛，烏東地區咁你哋中國咧就係話要尊重人哋國家嘅內政，結果咧就係鼓動俄國支持俄國合作無上限，而嗰啲小粉紅同埋 Safe HK 嗰啲人咧就係信息差啦喺佢哋嘅角度咧就係只問立場而不問是非，是非就係你睇聯合國報告認真睇，你見到頭先我所講嘅嘢。至於北約東擴嘅問題，我以前已經解釋過啦。咁今天呢，再略略補充歷史問題，你可以睇翻以前嘅影片。Anyway 咧，就今日講到呢度啦。但願戰爭咧能夠早日平息啦，無論係以巴還是係俄烏，亦都如是。咁但係宗教問題就難以解決，政治問題咧都可以一時間平息。宗教問題1000年都平息唔到，唔世俗化嘅話咧，唔去宗教中心嘅話咧，難以解決嘅。有機會再同大家講下以巴嘅問題。今日講到呢度。Patreon 平台咧，仲有中國獨家嘅課堂，中國近代史獨家嘅課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你 join Patreon 咧，就令到我可以更多嘅時間咧去準備我嘅資料上課咁亦都 YouTube 亦都有一個支持。咁希望大家認同我嘅工作嘅，可以考慮 join YouTube 嘅 member 或者 Patreon 嘅 member， 年費訂閱 Patreon 咧仲有 discount，$15一個月咧就可以無限重溫翻以往嘅影片噶啦。多謝大家，拜拜。